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刚才呀看到小姐姐学习汉字的时候啊，有汉语拼音帮助她识字。那么咱们也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吧。汉语拼音呀，用处可大了，它可以帮助咱们识字，还可以帮助咱们学好普通话。所以啊，一定要把它学好。那么，学习汉语拼音从哪里开始呢？看看屏幕，你看，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在这幅图画上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在一个静静的小山村里，清早起来，有谁呀？有小姐姐在河边练习唱歌。还有呢，大公鸡站在山坡上，也在练习着唱歌。再看看静静的小河里边，悄悄地游来了大白鹅。你看多美的图画呀！小朋友，就在这幅图画上啊，就有咱们要学习的汉语拼音呢。来，我们在图画里边找一找啊，看看屏幕。你看，小姐姐在练习唱歌。你看小姐姐，从她的头部和小辫子，我们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啊。小姐姐唱的歌也是在唱啊。那么这个字母念什么呢？大家看，在老师这里边呀，就有这个字母。那么这个字母怎么读呢？看，注意老师张大嘴，啊啊，读这个字母的时候，嘴张圆。另外呢，要注意气流通畅，不要在嗓子眼儿憋着发声。有的小朋友发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啊，你听，也是在读啊，但是不好听，因为它气流不通畅。再跟老师读，啊啊。对了，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样，小姐姐唱的是啊，小姐姐的头部和小辫子就是我们这个啊字的字母形状。好，我们回到屏幕继续看。大公鸡也在唱歌。大公鸡唱什么呢？你看，一串音发出来，我们又看到了，这是汉语拼音字母喔。再看老师的卡片，这就是大公鸡，它这样在叫。那这个汉语拼音字母念什么呀？对，把嘴拢圆，注意是椭圆形的。口型不要变，小朋友读一读。你看这个字母写出来是圆圆的，读出来口型同样不要变。我们回到屏幕再继续看。大白鹅静静地游过来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它的倒影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第3个字母你看到了吧？这个字母啊，很像大白鹅在水中的倒影。上边的半个圆是它的身子，
然后连下来的下半圆呢，又像它长长的脖子和头部。那么倒影拖出来的字母形状和大白鹅的鹅，我们就得到了第3个字母“鹅”。请看老师的卡片，鹅，小朋友读的时候要注意口型。你看，是2个嘴角向后咧开，然后呢，注意口型是扁一点的。注意气流通畅。舌根。对，稍稍翘起一点，舌头往后。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字母形状和它的读音我们都认识了，也学会怎样正确的朗读了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屏幕，在这幅图上，那么美丽的图画，我们一边欣赏，我们还一边在学习我们要学习的知识。你看，这就是告诉咱们呀，我们语文书和语文课所学的内容，其实就是在咱们生活中啊。你看，在这幅美丽的图上，我们看到了小姐姐在练习唱歌，她在唱啊，于是我们就有了啊，张大嘴巴，啊啊啊。大公鸡哦的啼鸣较早，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哦这个字母。那么拢圆嘴巴，哦哦哦。回来我们再看呢，嘴巴扁小，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又不由得想起来了一首古诗：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你看，美丽的图画给了我们美好的享受，同时呢，我们还有那么多知识在学习，多好啊！小朋友，你记住这3个字母了吗？好了，那么下边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3个字母啊是怎么样书写的。来，在屏幕上呢，我们看到了4条线，3个格，这就是我们写汉语拼音用的格，我们把它叫做4线3格拼音格。写汉语拼音呀，就像咱们小朋友回家一样，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家。汉语拼音字母呢，也有它的家。有的字母啊高一点，可能它的家就高一点，多一点。有的字母啊个子矮一点，那它的家呢也就住的低一点，矮一点。好，我们回到屏幕上来看一看，怎么样用好4线3格。在这里边，我们说第1个格我们叫做上格，第2个格叫做中格，第3个格我们把它叫做下格。上、中、下，是不是就像我们住的楼房一样，也在分层啊？那么字母住在4线3格里边，每一个字母都有它自己的家。我们先看一看啊是在哪一条线，哪一个格。我们看啊这个字母啊，
它住在中间的格里边。细心的小朋友会发现，写啊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上边顶到第2条线，下边要顶到第3条线，这样叫做占满格。小朋友在写字母的时候都要注意占满格。在中格特别要注意到线占满的问题，格占满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看啊是怎么样写成的。啊这个字母分2笔，第1笔先写左半圆，第2笔呢再写竖弯，这样啊就写成了。大家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？你看，左半圆要画圆满，不要里出外进的。有的小朋友写完了字母以后是长圆的，不好看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把左半圆写丰满。在写竖弯的时候，要和左半圆的上边、下边要对齐，然后到下边翘出一条小尾巴来，这样写就好看了，就工整了，就正确了。接着我们看第2个字母喔是怎么写成的。你真细心，一下就发现了，占满格，要贴线。那么他写的时候啊，一笔就写成，你看画得多圆呢。起笔点和收笔点没有接口，这点大家要注意。第3个字母，我们看看是怎么写的。这个字母不太好写，它也是一笔写成的，但是起笔的时候要找准它的位置，要在中格的中间稍稍靠上一点的地方，从左向右画横线，然后不停笔，也不能起笔，直接向上画半圆，贴到第2线，然后往下画半圆。注意，一定要把起笔的点扩进来，这样你看上贴线，下贴线，半圆圆满，横平，这样写出来这个好看。画出来的圈，你看上半个圈比下半个圈稍微小一点点，这样就好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着屏幕来练一练，大家注意它的起笔位置。你看多好看呀。小朋友，你如果注意了这几点，也会写出非常漂亮的字来的。好了，那么这3个字母啊，我们会读了，我们也会写了。真的，平常咱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有的小朋友说了，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声调是有变化的呀，我们怎么学习这3个字母都是啊、没有变化呀？小朋友，下边咱们要学习的就是声调的变化。来看看屏幕，你看我们普通话呀是一般有4个声调的，这是第1个声调，第2声调，第3声调，第4声调。好，那么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是啊，我们可以用小汽车行驶的路线和它的坡度帮助我们认识这4个声调。我们来看第1平调。第1调啊，你看小汽车一路平平开过来。第2调呢，
小汽车怎么样啊？由低到高往上升。第三调呢，先降低，然后再扬起。第四调呢，就是从高降到最底层。大家看，有平走的，有爬坡的，有下去再上来的，还有直接向下走的。那么你看着这4个声调，你来复习一下。起音高高一路平是第1调，由低到高往上升，第2调，先降然后再扬起，第3调，从高降到最底层，第4调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了4个声调，也知道了呢，在发声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把它的形状突出出来。那么我们怎么读汉语拼音的字母，能够把4个声调读好呢？下边跟着老师来读一读。第1调啊，第2调啊，第3调啊，第4调啊。小朋友读的时候啊，第2调和第3调不容易读好，我们再来。啊啊，第3调啊啊，自己来读一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读第2个字母的4个声调，跟老师读。哦哦哦哦。第3个字母好，那么这4个声调呢，我们这样读了之后啊，希望小朋友能够在生活中分别找到这些字母的发音，这样呢，你记就更清楚了。比如说，第1声啊，啊，可以找到什么词语啊？阿姨。第2调啊，比如说有人叫你小明啊，什么事？你看啊，就出来了。当你听到有人问问题的时候，你没有明白啊，你看就出来了。别人在跟你讲，你明白了，你说什么呀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还能够说啊，风景太美了。在生活中找到它相应的读音，你能够准确地记住字母的4个声调。那么第2个字母和第3个字母你都来试着这样找一找。好了，那么啊这3个字母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